嗨，大家好，我是浩先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呢，越来越多人开始打疫苗了。那打完疫苗之后呢，难免都会有一些令人不适的副作用。今天浩先生就要来聊聊副作用的进程是怎么样。那打完疫苗之后要如何缓解我们的副作用？最后我们再来讲讲，假如今天很不幸的呢，发生了像 AZ 血栓这样严重又罕见的副作用，该怎么办？台湾政府有没有什么救济方法之类的？好，那容我先广告一下我的频道。我是一位现在正在读药学系的学生。那我每周呢都会在我的频道上面分享那些很重要，但是你却不一定想过或知道的医药相关知识。另外还有我平常药学系的日常生活。总之呢，就是有满满的干货就对了。赶快帮我点下订阅吧。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了。那我们现在聊聊副作用的进程吧。那关于有哪一些副作用跟发生的比例呢？网络上有非常多整理好的资料，我就不在这边多赘述。主要由副作用发生的时间点以及会怎么样表现来做解说。那目前呢，台湾施打的疫苗有 AstraZeneca 的疫苗以及莫德纳疫苗。那这两个疫苗呢，副作用比较严重的时间点不太一样。AZ 通常呢是在第一剂打完之后会有比较有感觉的副作用，像是发烧啊、手臂酸痛等等。那莫德纳呢，则是在第二剂的时候比较有感觉。通常在我们打完疫苗之后呢，护理人员啊或者相关的医疗人员应该会要求你在当场暂停留个15到30分钟，确定没有发生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之后，才会让你回家。回家之后呢，大部分的人副作用应该在前面48个小时就会发生，也就是在打完第一和第二天的时候会感觉到最不舒服，可能会觉得手臂酸痛啊、头痛啊、发烧之类，很像得了流感的感觉。不过呢，这些副作用的程度因人而异，因为每一个人的免疫反应跟免疫力也不太一样嘛。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并不是说你发烧烧得越严重就代表疫苗越有效。有发烧呢，只能看得出来疫苗有引起你的免疫反应，代表你的疫苗正在作用。不过呢，却没办法跟你发烧的程度成一个正相关，并不是说你发烧的越厉害，产生的抗体就能够越多，保护效果就越好，并没有直接这样的关系。我们只能确定疫苗是有在作用的而已。通常这些像是流感的副作用，应该在第2或第3天就会缓解，那你也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如果你在第4天到第20天的时候发生头痛啊、发烧、肚子痛，那你可能就要多注意一点，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或不良反应。如果在这些恢复期当中，你有真的难以忍受的副作用，发烧到不行，吃了退烧药也没有用的话呢，还是建议赶快去就医。好，那讲完副作用的发生时间点跟表现之后呢，我们来讲讲要怎么做能够让自己比较舒服的度过这个时期吧。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在去打疫苗之前，记得先请假。没错，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说他们打完疫苗之后，可能是真的躺在床上很不舒服，没有办法正常上下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打完疫苗的时候呢，先跟公司请假，不然选礼拜5去打疫苗，然后6日的时候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在打完疫苗之后呢，除了比较 general 的建议多喝水之外，如果你有发烧跟酸痛，那你就不用担心吃普拿疼吧。普拿疼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可以止痛。它的成分呢，acetaminophen，其实除了止痛之外，也是非常好的解热剂。简单来说呢，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退烧。大家可能记得小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感冒发烧，医生都会开那个红包嘛，让你能够发烧的时候吃退烧使用。那个红包里面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拿疼的成分。所以其实普拿疼不只是止痛，还可以退烧。那在这种发烧又疼痛的时期，真的是我们非常棒的好伙伴。那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发烧，那我去退烧了，是不是就会让疫苗变得比较没有用呢？不，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像前面讲的嘛，你有发烧代表疫苗有在作用，但却没办法表示疫苗保护力的强度。所以啊，其实你只是症状缓解那个发烧的感觉，但你的疫苗在身体里面还是有在作用的，大家其实不用担心。我们吃普拿疼呢，只是让我们的过程中比较舒服一点而已。那最近看到新闻有讲，就是有些地方呢，普拿疼因为大家开始打疫苗之后卖到缺货，
不过这边跟大家讲，也不一定要买普拿疼，也可以买像是其他普拿疼相同成分的产品。那去药局问的话，药师都会跟大家讲哪些产品可以做选择。那虽然不是普拿疼呢，并不表示它比较没有用，因为理论上来说是同样的成分，应该效果也会差不多。那关于学名药啊，或是不同厂牌同成分的药品之间的迷思和关系，之后我可以再做一集跟大家详细的讲解。如果想要听的话，一定要底下敲碗告诉我哦。那大家在接种完疫苗之后，在当场会留15到30分钟嘛？这个时候呢，医护人员可能会要求你填资料，加入一个叫 V-Watch 的计划。那 V-Watch 呢，就是跟我们 LINE 的疾管家做连接，应该不用再多说，大家都知道疾管家这个官方 LINE 账号。V-Watch 呢，就是它会自动提醒你，然后填一些健康相关的问卷，帮助我们追踪你打完疫苗之后的情况，还有没有发生需要即刻去就医的情形。所以你很担心自己不能够分辨是不是严重的副作用的话呢，可以加入 V-Watch 这个计划，不但帮助自己呢了解自己目前打完疫苗的状况，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相关疫苗施打之后呢，上市后追踪啊、研究这些 data， 还会自动提醒你下一次打疫苗的时间，非常的方便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假如你真的很不幸发生了严重的不良反应跟副作用的话，该怎么处理？当然不用讲，第一时间就是赶快去就医啊，尤其是假如你像发生 AD 的血栓啊那些副作用的话，其实你赶快去就医，我们都能够有办法。给予适当的治疗。那如果你的家人或是你在接种疫苗之后呢，不幸的发生了死亡、障碍或是严重的不良反应，就可以试着申请看看预防接种受害救济。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呢，是一个政府以前提出来的政策，他们会让已经上市的疫苗厂商呢拨一笔钱进到政府有规定的基金里面。然后，当有人接种政府合格的疫苗发生了不良反应时，就可以拿来做救济的部分。因为凡事都会有风险啦，我们今天就算走在路上都有可能发生交通意外，打疫苗啊或用药也是。有这样的救济制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社会福利。那救济的金额呢，最高可以达到600万元台币。不过还是要看每一个案件不同，能够救济的金额也不一样。那详细的救济项目呢，跟金额分类，我就放在荧幕上供大家自我参考。在通报之后呢，他们会成立专案小组去进行调查，来厘清接种疫苗和发生副作用之间的前后因果关系。那通报上面有一些规定，像是必须在不良反应的发生5年之内做通报，或者是呢，在你得知自己的不良反应之后2年内进行通报才算是有效期间。那些常见的副作用其实并不会救济的，像是前面讲到的手臂痛啊、头痛啊、发烧这些，那些常见的副作用是不会被救济的，只有那些严重啊、罕见的副作用才会被救济。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非常感谢你看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影片有帮助的话呢，一定要帮我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看完影片的心得，或是其他你想要看的主题。最后啊，当然也别忘记帮我点赞、订阅，好分享给你所有将要去打疫苗的朋友们。我是好先生，我们下次见。